本期视频您将看到最佳座位、水泥海景、迷之天窗、优秀硬座。好的，各位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，我是虾。好的，各位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，我是蟹。欢迎来到长崎站，这里前几年刚刚经历一番大改造，把曾经在地面的站台全部高架化，并接入了新干线。其实长崎站的改造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，接入新干线后，本地区的再来线要进行非电气化改造，所以这些刚用了没2年接触网，过不了多久就又要被拆干净。我们今天将乘坐一趟观光列车从这里出发，经由长崎本线、大村线和佐世保线，最终抵达西九州新干线的另一个终点五熊温泉站。虽然起点和终点都是新干线车站，但是我们今天要乘坐的列车却是上世纪80年代制造的老古董。本次列车由 JR 九州全新改造的一组 KIHA40 系列柴油动车组担当，头尾2节 KIHA47 型制造于1987年，中间的 KIHA140 型制造于1984年。由于是把一组 KIHA47 拆开，并在中间塞入一节 KIHA40的变速形式，所以这个车的2个连接处都是这种脸贴屁股逼死强迫症的场面。列车的改造工作由 JR 九州的御用设计师水户刚瑞志先生操刀。不过，如果您对水户刚先生的作品有所耳闻的话，应该早就看出来这是他的新作了。毕竟这个世界上应该不会有第2个设计师会这么喜欢往车上贴一大堆 logo。各位可以数一下，这个车光脸上就有多少个 logo。这个车名叫双星4047，不是那个双星，那个双星是造轮胎的，这个双星压根就没有轮胎。如果今天出现在这里的是造轮胎的双星，那这个车估计就得改名叫观光带星巴士了。虽然这个东西的乘坐体验某种程度上也和巴士差不多吧。确实，这里的双星指的是长崎佐贺2线是九州观光的2颗明星，而4047指的就是这3节车的型号了。水户刚先生的设计怎么说呢？虽然 logo 多到做模型贴水贴会累昏厥，但是整体的审美还是非常在线的。这优雅的白色底色，这温馨的车内照明，这漂亮的金色色带，这存在感爆棚的3个大 logo， 这硕大的落地窗，这曲线优美的天窗，不是，合着早些年辛辛苦苦改出来的天窗就是为了给您家遮光板用的？为什么呀？多好的天窗啊，多好的观景效果呀！算了，上车吧。这次旅程的2张车票其实是 JR 九州因为之前的西九州新干线那一期表现不错而赠送的，感谢 JR 九州，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然后等我们上车才发现，这俩座面壁。墙上的那只螃蟹仿佛在向我招手，欢迎我的到来，而我只能看着那只应该很好吃的梭子蟹陷入了沉思。JR 九州官网的座位图上是有标注出展望效果不好的座位的，但是我们这一排他们并没有标出来。总之，我统计了一下，如果您要体验这个车，并且不想像我一样欣赏一路的木头墙和装饰画的话，请无论如何也要避开以下位置：1车 1D、2D、4排、11排、13排、3车3排、5排、7排、14排。请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座位，否则您上车后可能就只能和某位赛车运动员一样，面对着一堵墙，说出那句至理名言 I am stupid. I am stupid. 不知道各位听到这个发动机声有没有一种乘坐大巴车的感觉？本次列车每节车厢下方都挂有一台直列6缸柴油发动机，单台最大输出功率250匹马力。对面停着的是一组 YC1 型混合动力动车组。看到这个每个车门旁都贴一个 logo 的外墙，各位可以猜一下这个外形和涂装是谁操刀设计的。 YC1 的名字来自日语 Yasashikute Chikaramochi 的首字母缩写，意思是温柔而有力。能想出这么个名字用来命名火车的，放眼全世界应该也只有那位了。不过 YC1 确实是个好车，座椅加热非常舒服，站台上吹了半天冷风后，坐到那个椅子上极度治愈。我们的列车车内照明采用的是令人愉悦的暖黄色，搭配暖色调的内饰，非常舒服。只是这个天窗上的固定死的4块板，实在是让我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你说它提升了整体的氛围感吧，我觉得也未必。这个遮光板使用的是经典的水户刚式248纸窗户设计，中间那块有点过于密集了，和这节车整体的比较简洁的设计稍微有一点点不太搭。我是很想把那几块板拆掉，不知道您怎么看？妈的，你们也看到了。原来日本还是有面壁座的呀！哎呦，我该怎么说呢？虽然说这只螃蟹吧，它确实很好看，但问题是，我是来看风景的，不是来看螃蟹的呀。
梦回拉力，但幸好没给我一反座，要给我一反座的话，行了，该干嘛干嘛了。这个座呢，有一点像卡车杯上面的那一种普通席的感觉，它也是相当于，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超薄椅子，它是一种在木板上面然后贴上这个坐垫的这么一个设计。这边这个东西哇，镂空的。后可以看到这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。哇，今天这个温度要开窗的话，应该会被全村人揍死吧？好冷的。可以看看，在这里，这个是桌子，哇，九州爆款折叠桌，带有一个向下的斜坡，并且这个桌子呢，就是这张座位的唯一一个桌子，它前面这一块是没有那个大桌子的。水库缸的设计吧，怎么说呢？确实是很有它的特点，但问题是吧，就是有时候就过于有特点了。OK， 同志们是这样的啊，一般来讲呢，像这种座椅啊，它的这个位置它给你设计成平的呢，就是为了放插座键，因为这样的话它比较好插嘛。但问题是这个车在这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当我们往前看，这个地方也有2个平的，然后它还是什么都没有。好的，79年造的车，79年造的，多多包涵，哇，这个耳压。T 式列车在车厢中部是有观景效果非常优秀的8台座的，只不过这几个座位应该是在开售的一刻就被早早抢光了。毕竟这里是全车最好的座位，直接面向大洲的一窗，还有头顶上美丽的遮光板。如果各位要来体验的话，上午班次记得买1号车6排、8排，或3号车9排、11排；下午班次1车7排、9排，或者3车10排、12排。这个方向面朝大海，天气好的话能欣赏到非常漂亮的海景。不过说到海景，今天天上的云层盖得比铸铁锅的锅盖还要结实，是个彻彻底底的水泥天儿，外面的海直接就是灰色的。这么一想的话，其实这只螃蟹也还蛮漂亮的，至少它成功的勾引起了我的食欲。这种门边的座有什么问题？都挺好的。首先，你可以在这儿吹点人缝的风；其次，你也可以在这儿看外面的景，毕竟这窗户够大啊。但你要说问题的话，就是你时不时得往上拉一拉，因为你感觉你的屁股在往下呲溜。是的，我刚才这个车右转，我觉得我的屁股在往右呲。可能这就是硬座吧。现在我觉得我的屁股在往左呲溜，而且我觉得我在拱你。其实门边这2条木板，某些程度上观景效果是要好于我们的面蟹座的。之所以这个车会大面积面壁，是因为这个车是从跑战乐的普通车改造过来的。当时改造的时候，窗户的位置不能动，所以最后就出现了一堆充满欧洲风情的面壁座。不过，同样是从老车改过来的游步院之森就没有面壁的问题。毕竟那个车是把底架往上的所有东西全部拆掉重新设计的，但是那个车有比面壁更恶心的问题。关于这个，我们会在后面的视频中详细的吐槽。欢迎光临建早站，这里也是一个新干线列车会停靠的车站。我们将在这里驶离长崎本线，转上大村线运行。前方区间是单线，所以我们要在这儿停车15分钟，会让反方向过来的各停列车顺便被即将赶到的快速列车踩一脚。虽然这里没什么可看的，但是停车的时间这么长，我们还是下去放放风吧。不得不说 ，YC1 这大黑脸配上2圈红色的尾灯，在寒冷的12月还带来了一丝万圣节的气息。离远了看还有点吓人，盯久了还真的有点瘆得慌。快速的重复一遍。设定好了。怎么说呢？这真的就这一个厕所嘛，宽敞是够宽敞，就是一个细条，然后上面挂着一幅这一幅招式画，这边紧急呼叫的按钮，然后还有这个消毒水什么的。好，停车。我这边是冲水，还有母婴台，这
个是啊，这是婴儿椅啊！这个长成这个样子是第一次见的。这个这种往上提一下才能出水的这种洗手液，然后这玩意儿是怎么用啊？啊！我，反正是挺神奇的。列車待ち合わせのため停車いたします。発車まで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。差不多就这样，好神奇的。鬼故事，这会儿我已经被这个车的颠簸直接颠跳起来了。但同时，我们的谢先生正在上厕所。谢先生你好，请问您当时的感觉如何？谢邀，感谢转向架和路基，让我的腿部肌肉和核心肌群得到了充分的锻炼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可以去 WWE 强人所难了。烧尝试战，希望没有引起各位的 PTSD。不是那个53，那个53是拿来写的，这个53是拿来吃的。如果今天出现在这里的是拿来写的53，那弹幕里现在应该已经 PTSD 满天飞了。这个53烧的意思是蛋黄和蛋清以5:3的比例混合制作，是长崎蛋糕的一个分支，口味比较清淡，不会很甜，吃起来很舒服。作为地方特产购入，自己品尝或者赠送亲友都是不错的选择，我还挺喜欢的。其实我觉得这玩意儿甜不拉几的，有点腻。要是这会儿能有瓶热带风味冰红茶就好了。本车的中间车为98车，不设对号入座的座位，内装忠实遵循了水户刚先生近年的风格。虽然很漂亮，但两个天窗依然没有逃脱下挂遮光板的命运，并且这个设计某种程度上有点过于遵循他这几年的风格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4047这辆车的98车，然后这个是 JR9州另一款特级列车3603的餐车，这个是伊豆急行线 The Royal Express 的餐车，这个是夏天那边 The Royal House 餐厅的内装，这个是富士急行线特级富士山 View 的内饰。我现在充分怀疑他们几个的椅子和窗框是同一批团购的，不能说完全一致，只能说没改图纸。不过水户刚先生曾经在采访中说过，很多地方铁路没法拿出足够高的预算在观光列车上，如果这样的通版设计就能吸引更多的旅客前去乘车的话，其实也就无所谓了，目的达到了就行。欢迎来到豪斯登堡站。豪斯登堡是一个仿造荷兰的景观建造的主题公园，不过其实这里更像一个城镇，有点类似于古北水镇的那种感觉。不少日剧曾在这里取景，不过我们对这里的兴趣并不是很大。列车停站时间4分钟，可以下来看个风景，放放风。这里是早期站，对面站台的列车就是博多开往豪斯登堡的豪斯登堡号特急，由783系电力动车组担当。那个车我坐过，车内设施老化的比较严重，摇晃很剧烈，并且水户刚先生不知道为什么在前方展望的窗户上贴了一大堆窗花。总之体验不是很好，属于坐过一次就再也不想碰的车。晚上5点45分，特急双星4047号准时抵达终点五雄温泉站。进站的时候，隔壁站台还有一组790州新干线的 N700S 列车和我们平行进近。我们即将在这里换乘那个黑脸 YC1 列车继续前往佐贺，而4047的旅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感谢一路上的铁路工人的服务与协助，感谢一路上2位谢先生的陪伴，感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欢迎点赞、投币、3连关注一波，你的支持会帮助我们产出更多更好的视频。马上就是春节了，祝您和您的家人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那么我们年后再见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，现在大家看到的是，你的状态呢？